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来一点娱乐向的。首先，这位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沙米拉啊，不是萨勒芬尼的一个那个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然后他是玩辅助的哈，但这次补位应该是补位到射手，所以的话就搞个这种，而且这个是巅峰在5000分的局啊，他这一局是上5000分，然后上完他就下播了，所以我也只录了一局。这边辅助哪去了？反正这局的话就当个乐子看一看，然后看一下他就是萨勒芬尼在线上对线怎么样。不弱。对面少个人，啥情况呢？这是啥情况呢？来了。萨勒芬尼这个英雄其实是可以当射手的，像好早之前那个双情组合，就是情侣加上萨勒芬尼，我的天，就也下路开演唱会了那种，还是蛮强的。那时候没有破盾，只有重伤，而且重伤的话没有那么舒服做出来。那时候有护盾呢，那时候是没破盾吧？好像因为海劫之力还没出来，那时候好早了，都过去2年时间了吧？22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一个双情组合，还有就是双安路的那个牵狗组合，就是狗头和那个塞纳。打野过来也没用。这里抬刀。但是萨勒芬尼这个英雄，如果说你要玩那个搭配那个叫什么？搭配辅助的话，最好不要搭配一些软辅，没用的，因为软辅对萨勒芬尼还没有太多作用。这里的话差点把大招给摁掉了。怎么说？准备要搞一些节目效果是吧？就是当绝活哥是吧？在补位补到那个射手的时候，总能找到一些最优解的方式是吧？你看这里面其实双路就是其实这个射手的话就是负 C。完成了负 C， 然后也是半辅助的那种状态。这里的话，把线卡过来，而且萨勒芬尼的那个控制距离控制可以很远，所以也不怕队友支援过来以后给不到控制什么的。弱的话，第一时间可以冲上去。这里的话，打了一套拉过来进塔，但没有后续啦，洛要死了。好，结束。对线就是这样子，还是少一些伤害啊。这个洛的话应该带电刑，那安妮过来可以。在 E 技能的那个范围内，如果队友在那个范围的话，是可以有个移速加成的。萨勒芬尼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点，前期太弱了，但后期还是蛮强的。你别看他现在就是他打中路唯一难受的点就是，你不是绝活的话，你没办法解决一些，比如说一旦对面发难，或者说把你压制住了，你发育不起来，你在中期传单就会很难受。可能在有一些绝活哥的话，他就有自己的一套玩法，或者说针对性的针对，比如说对面是个劫啊或者什么的，他就有一个针对性的。而且他们对英雄的，就是这个英雄的理解，
然后辐射到了整局啊，比如说对面想办法去让你难受，但你临时啊想个办法让自己不那么难受，这就是你玩这个英雄玩到一定熟练度以后，你就能做出来的一个选择。就好，就平台去补线就好了，没必要第一时间把技能交出去。因为你交技能的话，对方肯定会上嘴脸，上来直接给你打。这个洛的话不抬人，其实抬人的话有大招了，可以尝试打一打。这里的话，为什么不把那个技能往前放？因为一直保证这个兵线是回推线。这里的话，给队友一个加成，一个大招拿到2个，再打个控制。看到没有？这双人路的控制就很足，这一局的打野会很舒服。这个狮子狗，对面佛爷哥说：“哈啊，倒头就睡啊，年轻就是好。”这样的话，其实在6分钟，萨勒芬尼能掏出炉灯这件装备，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了。而且对面前期也不是说没有去发难的哈。但有个点，如果队友劣势的话，萨勒芬尼这样玩的话，其实也是蛮难受的，就还是得看很吃队友。不过说实话，现在射手哪个不吃队友？都吃。这样的职责就是把塔守好，因为洛的话肯定去游走了嘛，游走的过程中是吧？不要让对面射手那么舒服的把塔推掉就好了。对方解掉了，强推没办法，差点死了都。其实这里的话可以过来找人头，不在。可以收到了。笑死！这个打的是国际服吗？不应该是，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国服吧？不对哦，这真是国际服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是国际服的一个对线，然后只不过是国服的绝活哥在那玩，但也不应该啊，对方都没有英文名字，你国际服没有英文名的吗？真是真的是传奇积分那个什么积分赛玩家啊，真是国际服好，这期的标题有了，国际服啊，绝活哥，应该是那个，应该是单子号，然后呢，有人让他去打这个国际服。这个人的话，这抖音那边大部分都是打的是国服的哈，因为国服难度高。有个点确实，国服环境虽然差但是难度确实大，就是整体的强度来说还是蛮大的。有个点，人太多了，手游玩家确实慢慢的多起来了吧。那跟之前比真的差的太多了，现在老玩家玩不下去了，因为有点
现在整体来玩的话，没那么舒服，玩的有点累，学习成本很高。我跟大家说，哦，这里刮还好躲掉了，有种打团跌跌撞撞的那种感觉。没拿到一座赏金塔，而且这个沙米拉，我就说怎么会不是装了？当时以为是有什么补丁，这个沙米拉是带那个。但我感觉这国际服其实也还不错啊，不像别人说国际服说玩的很差什么的，我感觉这队友都蛮不错的。只不过这边是麦全关，因为有可能会听不懂这老外在讲些什么，也好上了是吧？哎，你们赶紧的，说不定这边绝活哥是吧？国际服你们哪人想上分什么的是吧？交个单子是吧？哪个绝活哥，你们说不动，我帮你说啊，帮你们上分，笑死。可以感觉到那个国际服的萨勒芬尼歌姬这英雄话痨啊！我发现，哎，大招大中3个，1个E，控住。后续的话，两边打有来有回，好，结束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是有点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有差距。如果5000分的话，绝对不会出现刚刚那种情况。就对面的来说，两边都是这个阵容还是比较散。如果按正常的那种比如说狮子狗位置，这个狮子狗的话，估计已经可以开始收后排。这个是国际服的前50对局啊，整体来说是看起来还行。不过有可能是这局的整体还行吧，但有个点哈，这局的这酒后哥的那个整体游戏思路还是蛮不错的，可以去学习一下，你们也可以科研一下，玩一玩。那第一局的话，应该就这么结束了。好，这期就到这了，欢迎去看我们的下一期，好吧，拜拜。